男孩的妹妹被补习老师给侵犯，再加上吊自杀。男孩得知之后，直接去老师家将其杀害，可却被他年幼的女儿给看到。时隔7年，一马终于刑满释放，走出监狱大门，他长叹一口气，仿佛卸下了沉重的枷锁。此刻他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可以毫无牵挂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不远处传来的呼喊声打断了他的思绪，而那个人正是前来迎接他的母亲。车内弥漫着久别重逢的复杂情绪，母亲一边驾驶一边絮叨着这些年的等待，感叹今天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还下了很多雪，最好是别打滑了。这时一马出声打断了母亲，他对自己杀人的事感到很抱歉。这句话仿佛打开了情感的闸门，母亲的泪水瞬间决堤。她想起女儿有理的遭遇，始终无法认为儿子的行为是错的。她告诉伊马，现在要先去墓地，把伊马出狱这个消息告诉有理。墓园的积雪覆盖着每块石碑，母亲双手合十站在有理的墓前，轻声诉说着一马归来的消息。他们一家3口现在终于团聚了。而一马站在墓碑前，脑海中浮现出有理的身影。那是7年前，一马去接妹妹放学的时候，有理感叹补习班上课好累，而且有个叫松本的老师好恶心，总是来找他搭话，还经常盯着他看。他明明想赶紧回家，而当时的一马并没有把有理的话语放在心上。他让有理别管这种恶心的人，因为他还在这里等着，所以直接无视就行了。如果那个老师敢对有理做什么，自己就宰了他。听着哥哥霸气的话语，有理开心的笑了起来，还夸赞一马十分帅气。有理以前就是个爱笑的女孩，虽然偶尔也会独自躲在角落哭泣，在一马心中，这个妹妹始终是无可替代的珍宝。他原本以为能与妹妹一起成长下去，直到那天回家，他亲眼目睹了妹妹上吊自尽的惨状。一马，你还好吗？母亲关心的话语让一马清醒过来。他告诉一马要回家了，还朝有理道歉，只能陪他这么一小会，真的对不起。今天傍晚他要去工作的地方一趟，等着最近有空再来陪有理吧。看着一马恍惚的神情，母亲轻声安慰他，表示不管世人如何评判，他始终无法谴责儿子的行为，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杀人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他们必须用一生来偿还这个罪孽，因为那个失去父亲的女孩将永远承受这个创伤。最后，母亲提到她现在在泉野孤儿院工作，觉得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一马。听完这些话，一马忽然想起7年前自己的那些举动，也让另一个家庭支离破碎。回到车边时，母亲突然想起把香烛落在了墓地，一马主动要求返回去取，母亲感激的点头，告诉他自己会在车上等候。独自走在返回墓园的路上，一马深知这些年来母亲承受了太多苦难，虽然他表面坚强乐观，但自己的归来或许只会给他增添新的负担，而且有理也。这时一马产生幻觉，他看见有理吊在电塔上，质问自己为什么不去找他。7年前的画面再次浮现，有理跪在门口痛哭，质问哥哥为什么没有来接他。当一马追问原因时，他却突然收起泪水，声称什么事都没发生，还要求一马对母亲保密。那时的一马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心中除了迷茫还是迷茫。直到有理自杀的这一天，一马在所有事情结束后，才从有理的日记中知道了一切。妹妹被侵犯了，而犯人就是他的补习班老师。至于犯法后被抓住后会发生什么，那种事情一马已经无法去思考了。他心里想的就只有一件事。一马拿着刀来到老师家门口，在老师进门后，一把将其推倒。老师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质问他是谁。一马冷漠地告诉老师，就是他侵犯了自己的妹妹有理。听到有理的名字，老师才反应过来，一马是有理的哥哥。他解释自己只是和有理愉快地玩了一下而已，因为有理说自己无聊，他哥哥不来接他，所以。一马听完老师的回答，心中十分愤怒。如果那天他去接了有理，如果那天自己有好好的问他话，或许有理就不会出事。想到这里，一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将怒火全部宣泄在老师身上。他觉得像老师这种畜生就该去死。他十分清楚，就算他如何祈求，都已经回不到那些幸福的时光了。他已经把很多人的人生都搞得一团糟，现在的他准备以死谢罪。他觉得自己和那个男人一样，是个理所应当该死的人，更何况他已经和有理做好了约定，要去陪他一起。他缓缓来到悬崖边，已经半只脚踩在空中。就在这时，一个小女孩的身影出现在有理的墓前，双手合十，虔诚地祭拜了有理。一马看着女孩，呆呆地愣在原地，而女孩也注意到了一马，连忙离开了这里。就这样，女孩的到来阻止了一马寻短见的心情。他回到车上，和母亲来到了奶奶家。母亲觉得在这里或许就能好好的开始新生活了。母亲做了许多好吃的饭菜，让一马赶紧吃，吃完了就好好休息。他待会儿有件事想和一马商量。他忙完工作就立马赶回来。一马吃完饭后，静静地躺在房间里。他回想起之前见到的那个女孩，总觉得有种熟悉的感觉。他不知道是不是有理的朋友。而这时，一马产生了幻听，眼前有理的照片让一马赶紧过去陪他。一马正准备行动时，忽然回想起来，在完成复仇之后，他准备将菜刀刺进自己的喉咙，可一声清脆的爸爸打断了他的动作。一马回头看去，
只见一个小女孩抱着玩偶，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他现在才注意到，老师竟然还有一个女儿，那害怕的眼神与今日墓园遇见的女孩如出一辙。一马顿时有了个猜测，那个女孩莫非是……他立刻起身，打开电脑查询当年的新闻，发现评论区全是谩骂，甚至有人将老师女儿的名字发了出来。一马这才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叫做松本追花。他满心疑惑，不知道之前看见那个女孩究竟是不是7年前那个孩子？如果是的话，她为何会出现在墓地？而且从那件事以后，她是如何生活下去的？一马本想去探究这些疑问，可他转念一想，自己一个将死之人，没必要知道这些事了。更何况追花还是因为自己才变得不幸的。正当他准备将网页关闭时，忽然看到一条评论：追花可能在犬野的孤儿院生活，而自己的母亲也在犬野的孤儿院工作。正在这时，一马的母亲回到家中，身边还跟着一个女孩。母亲正准备朝女孩解释一马的事情，可女孩径直朝一马的房间走去，打开了房门。在一马惊恐的神情中，母亲喊出了女孩的名字：追花。男孩的妹妹被补习老师给侵犯，在家上吊了结了自己的生命。男孩得知之后，将老师给杀害，却被他年幼的女儿看见。时隔7年，男孩再次遇见了与当年女孩同样名字的人。一马惊讶地望着眼前的女孩，母亲连忙跑过来解释，她本想提前跟她打声招呼，再让他们见面。这个女孩叫西见追花，是她工作的孤儿院里的孩子，周末时常会接来家里住。原本打算明天才来，只是出了点小状况。一马听到这个名字，心头猛地一震。追花鞠躬向他问好，看着追花的面庞，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那天下午，女孩目睹他行凶时惊恐的神情，以及今天在墓地那冷漠的表情。冷汗瞬间从额头滑落，母亲的呼唤让一马渐渐回过神来。他告诉追花天色已晚，先去洗澡，有什么事明天再慢慢聊。追花却说想在洗澡前先去给佛龛上炷香。一马看着眼前追花上香的场景，冷汗止不住往下流。他绝不会认错，追花就是当年那个孩子。可他满脑子都是疑问，追花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要给有理的佛龛上香？难道他对有理的事，对自己，甚至对自己亲手杀死他父亲的事，全都一无所知吗？就在一马准备开口询问追花时，母亲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告诉追花热水已经烧好了，让追花快去泡澡。追花朝一马点了点头，便起身离开，只留下一马在原地不知所措。这时母亲笑着走了过来，她觉得今天的追花看起来格外的高兴。其实很早以前追花就一直想见他，今天也是吵着要来。平时他可不是个任性的孩子。可一马浑身早已被冷汗浸透，母亲看出他的异常，还以为他是担心自己入狱的事被揭穿，安慰他不用担心，自己没告诉追花那件事，只要正常生活下去就好了。但他还是有些自责，本该提前跟一马打招呼再带追花来的，但他认为一马喜欢小孩子又会照顾人，应该能相处得来。可转念又觉得自己很愚蠢，明明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他真的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最终还是让一马背负了这一切。一马不明白母亲为何突然这么说，母亲解释自己既没能救下有理，也没能救下一马，这些年一直活在悔恨中，甚至几度想过结束生命。可那时他忽然想到，那个被留下来的孤身一人的女孩子，便想帮助和他有相同遭遇的孩子，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赎罪。一马满心自责，他认为没有任何事需要母亲去赎罪，他没做错任何事，全都是自己的错。话没说完就被母亲打断，母亲说他已经做得够多了，现在的他已经很痛苦了，接下来只要想着怎么获得幸福就好，然后他们一家人一起努力生活下去。听完母亲的话，一马默默攥紧拳头，他觉得这样远远不够，只要自己还活着，仍然会让大家变得不幸，已经不能让更多人受到伤害了。他打定主意，准备告诉母亲自己打算结束生命。就在这时，一直在旁边偷听的追花走了出来，笑着告诉一马母亲浴室里没有放毛巾，可以帮他拿一条吗？追花的出现瞬间消散了之前凝结到冰点的气氛。一马看着母亲和追花互相打趣着离开，心中疑窦丛生。追花的眼睛和当年那个孩子一模一样，可如果他真的是松本追花，怎么可能和亲手杀死自己父亲的杀人犯和睦相处？如果这一切并非偶然，那他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为了报仇？恍惚间，他仿佛看到追花猛地将刀刺入自己胸口，一马惊的瞬间清醒，才发现只是一场梦。他坐起身，不明白自己究竟在害怕什么。既然早已决定结束生命，那无论以什么方式都无所谓，倒不如说，如果追花真有这个想法，那干脆……就在这时，楼下传来哐当一声，一马还以为是自己母亲。现在已经将近凌晨2点，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一马走到楼下，来到厨房，竟看见追花拿着一把刀站在那里。回想起刚才的梦，一马吓得说不出话。追花见他欲言又止，问他怎么了。一马颤声问：“你是松本追花吗？”追花微微一怔，告诉一马自己是西见。一马让他不用隐瞒，他还记得关于追花的事。但追花不明白一马在说什么，明明今天是初次见面。追花说了句晚安后，正准备转身离开，可一马抓住追花的手，让他告诉自己他的真实目的。追花恨他是理所当然，不管什么惩罚他都接受，但是
一马跪在地上，请求追花不要把他母亲卷进来。他现在已经不想让任何人变得不幸了，全部都是他的错。他把追花拿着刀的手对准自己的脖颈，请求他杀了自己。听到这话，追花的双手开始颤抖，却仍坚持说不明白他的意思，自己只是睡不着，想切苹果吃。他不明白一马到底想说什么。在追花说完晚安之后，便挣脱开他的手，离开了厨房。第二天，一马醒来，回想起自己昨晚的行为，懊悔不已。明明这个孩子可能和那件事毫无关系，结果现在却给他留下了不愉快的经历。他准备好好向追花道歉，等到完歉之后，就去了结自己的生命。他现在就是一个会破坏他们二人幸福的存在，已经回不去那些正常的生活了。同样的过错，绝不可以重蹈覆辙。这时，母亲问他睡醒了没，提议三人一起去吃午饭。一马说自己就不去了。母亲有些不解，说他们好久没一起在外吃饭，昨晚也没好好吃，今天就一起去吧。一马沉默片刻，还是转过头告诉母亲，自己这个杀人犯和他们坐在一起吃饭，会被人说闲话，他不想母亲因此受牵连。听到这话，母亲抱住一马，他觉得这种事情完全无所谓。他看到一马回来就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一马可是自己的儿子，他被怎么说都无所谓，只要一马还活着就好。一马告诉母亲自己知道了，他会去吃饭的。可在母亲离开后，一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开始抱头哭泣。到了餐厅，一马听见周围人的交谈声，生怕听到关于自己的事，不由自主地捂住耳朵。母亲突然问一马追花是不是很紧张，笑着用手戳了戳追花的脸，打趣说是不是因为一马在，还夸他真可爱。看着追花开心的神情，一马决定为昨天的事道歉。这时他注意到追花餐盘上的玉米被他给单独摆放出来，便问他是不是不喜欢玉米。追花说确实不喜欢，不明白餐厅为什么要放，既夹不起来，吃起来又麻烦。听到这话，一马忽然想起尤里也不喜欢吃玉米，便提议自己来解决。可当勺子碰到玉米粒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十分唐突，于是慌忙道歉。追花却只是笑了笑，告诉他没事。看着母亲和追花开心的样子，一马仿佛回到了从前，母亲也总想起尤里还在的时候。突然他听到有人骂他杀人犯，还笑什么笑？可回头望去，周围的人神色如常，那些斥责的声音却在耳边不断盘旋。母亲突然提议，她想让追花成为家人，做自己的养女，当然不是立刻成为，希望接下来相处的日子里，一马也能考虑一下。一马听见追花会成为自己的新妹妹，脑海里顿时响起尤里的声音，问他怎么还不去死。他心中一阵恶心，自己连亲妹妹都没能守护，现在竟然要去守护新的妹妹。一想到这里，他再也控制不住，俯身呕吐起来。周围的人看着他怪异的举动，觉得他十分眼熟，好奇是不是在哪里见过，还调侃说他是明星吗？看着母亲惊恐的神情和追花的眼神，一马眼前一黑，倒在地上昏厥过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自己果然会破坏别人的幸福。回去的路上，母亲向一马道歉，他不该强行让他一起出来吃饭。现在一马脸色很差，母亲提议在前面休息一下。他们停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母亲笑着说好久没和一马一起看雪了，随后抱着追花互动起来。一马看着眼前的景象，仿佛又回到了和尤里、母亲三人一起生活的时光。他觉得一定是神明想让他在结束生命前再看一次这般如梦似幻的光景。看着眼前开心的两人，他再次坚定了决心。回到车上，母亲问他好点没，一马点头说好多了。母亲稍稍安心，可一旁的追花却看穿了他的伪装。第二天，追花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孤儿院。一马告诉母亲自己打算今天去给尤里扫墓，上一次没能好好跟他说说话。母亲和追花离开后，一马回到房间，开始写遗书。写着写着，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在遗书中向母亲道歉，为自己这个没出息的儿子道歉，为让母亲吃了这么多苦道歉。他今天会让一切画上句号，让母亲要和新的家人一起变得幸福。一马将遗书放在尤里的墓碑前，告诉尤里自己马上就去找他。正要离开时，追花突然出现，一把拉住他的手，问他要去哪里，是不是要去结束生命？他拿起一马写的遗书，狠狠撕碎。一马抓住追花的手，质问他究竟想干什么，到底有什么目的？追花只是坚定地告诉一马，自己绝对不会让他死掉的。在一马即将去了结自己的生命时，追花突然出现，拉住他，并将他的遗书给撕碎。追花坚定地说，自己绝不会让一马死掉的，而且他也不想看见一马母亲难过的样子。一马有些疑惑，追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追花解释自己早就察觉到他状态不对，一直放心不下，便赶来墓地看看。一马额头渗出冷汗，觉得是自己吓到了他，让他不用太在意自己，说自己没事。追花却追问他是不是要去死。一马觉得这是对于自己母亲还有眼前的追花而言，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果。追花却强硬反驳，说这一点也不好。一马让他别再管自己，追花却表示做不到，置之不理。他不允许一马结束生命。一马有些愤怒，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妨碍自己。不是所有人都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明明什么都不懂，这世上本就有很多无法圆满解决的事，而自己就是该死的人。追花不解，
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不是说好要成为家人的吗？一马告诉他，他们不可能成为家人，因为自己杀过人。在追花惊恐的目光中，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不管是从今往后的打算，还是新的家人，这些都不是像他这种人需要考虑的事情。他曾经和尤里做了一个约定，在解决完那个老事后，自己就去陪他。追花轻轻抱住一马的头，柔声安慰说没关系。一马听着这安慰，恍惚间仿佛尤里就在身边，下意识喊出了尤里的名字。追花听到这个名字，脸上瞬间冒出冷汗，慌忙松开他，可看到一马满脸泪痕的样子，随即牵起他的手，朝一个方向走去。他们来到一栋房子前，这里就是追花所住的福利院。一马有些害怕，他不是工作人员，进不去这个地方。追花却打开窗户，强硬地拉着他翻了进去。追花躺在床上，问一马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或喜欢的东西。一马却觉得比起这些，更该问他今天怎么不去学校。追花翻过身，表示自己不喜欢学校，随即又将一马拉上床，告诉一马这里虽然狭小，却让他觉得安心。遇到不开心的事，他会躲在这里藏起来，还说如果一马还想寻死，就来这里吧。追花见一马没反应，便拿出一个玩偶猫，问他这个玩偶看起来是不是很治愈。一马成功被追花给逗笑。追花见状，追问他一个新的妹妹能不能成为他活下去的理由。听到这话，一马的笑容渐渐消散，他不知道答案，更不明白追花为什么要这样关心自己。追花大声说他想让一马活着，因为一马是要成为自己家人的人，虽然他无法替代尤里姐姐。听到尤里的名字，一马神色一震，起身说自己要回去了，还让追花快去学校。追花不舍得跟他说了再见。回到家，母亲问他今天有没有陪尤里聊聊天，一马支支吾吾地应付了几句。母亲十分开心，尤里好久没有和哥哥说话了，他一定也很高兴。一马沉默片刻，突然问起追花，想知道他来福利院前的经历。母亲解释，追花很早就失去双亲，寄宿在亲戚家，却相处得不愉快，最后才由福利院照顾。但在不久之后，本该上学的时间，母亲发现追花一个人在公园里面坐着，既无法融入学校，也不适应福利院的生活，她好像为此一直在苦恼。看着追花恐惧的神情，母亲莫名想起了尤里，便开始安慰她。从那以后，两人渐渐熟悉，追花也慢慢敞开了心扉。母亲觉得追花很需要家人，偶尔会想，这或许是尤里为了弥补这个破碎的家，赐予他们的孩子。这时，电视上的天气预报提醒他们，明天从傍晚开始会下大雪。母亲让一马明天去接追花回家，他会把车留在家里。第二天，一马来到学校门口等待追花放学。他不明白自己现在究竟在做什么，不仅没有死成，还在这里瞎逛。脑海中仿佛想起尤里的嘲讽，还要这样继续活下去吗？他自己也不明白现在究竟是什么想法。正在这时，前方传来嘈杂声，一群人围着追花疯狂辱骂。其中一个女孩见追花沉默不语，以为是在无视自己，一巴掌扇了过去。她让追花别装作十分清高的样子，真让人不爽。一马见状，本想上前制止，却又停下脚步，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如果他再出头的话，就又会发生那种事情。可身后突然传来的惊呼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回头望去，追花竟被他们从山坡上推了下去。看到追花的惨状以及周围不断嘲笑的声音，他猛然想起尤里当年痛哭流涕的样子。一马再也忍受不住，大喊着追花的名字冲了过去，抓住那个女孩就要挥拳。就在这时，旁边的追花大喊着让他停下，一马才冷静下来。周围的人纷纷作鸟兽散。那个女孩离开时，用冷漠的目光瞥了他们一眼。一马将追花拉上来，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太过冲动，蹲在地上抱着头，不断向追花道歉。追花看见一马的样子，心中十分难受，他握紧一马的手，向一马道谢，告诉他没关系的。一马还想说些什么，可追花只是拉着他，笑着告诉他回家吧。看着垂花的笑容，一马产生了幻视，仿佛眼前的就是妹妹尤里，正拉着自己的手，叫他一起回家。上车之后，追花忽然记起这好像是一马第一次叫他的名字，一马能保护他，他十分开心。从今往后，一马就一直保护他吧。如果他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就以此为理由吧。一马仍觉得自己保护不好任何人，既没能保护好妹妹，还是个杀人犯，让母亲受了那么多苦。正当一马要拒绝追花的提议时，旁边仿佛传来尤里清脆的声音：“没关系的，哥哥。”一马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对着追花亦或者尤里说道：“他会活下去的。”追花开心的回应：“约定好了。”一马内心朝尤里道歉，他没能信守承诺，但是这一次他会好好守护追花的。回家途中，追花有些口渴，让一马先去趟便利店。到了便利店门口，追花下车前让他一定要等自己回来。一马笑着答应了。追花下车后，一马不禁感叹，或许这样就是最好的结局，这一定是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这时，他忽然注意到追花的书从书包里掉了出来，其中一个笔记本吸引了他的注意，那上面赫然是他的照片。一马不可置信地捡起笔记本，开始翻看起来，里面全是7年前的新闻报道。为什么追花会调查这些？难道是因为要和自己成为家人吗？翻到最后一页，
上面写着5年后去见他，还用圆圈重点标记着。一马瞬间明白事情不对劲，在遇见自己之前，追花就已经知道了一切。所谓的偶然邂逅，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他是知晓所有隐情后，故意接近自己的。想起7年前追花恐惧的神情，再对比今天他开心的笑容，一马实在想不明白，追花这样做究竟有什么目的。追花下车后，一马发现他的书本掉落在地，其中一本笔记里赫然藏着追花很久以前就开始调查自己的痕迹。一马心中感叹，果然这世上不会有这么巧的事。追花是在知情的前提下主动接近自己的。眼看追花快要从便利店回来，他赶忙把东西放回书包，只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实。难道至今和追花的相遇全都是一场骗局？正在这时，追花从便利店走了回来，他将一袋饼干递给一马，对他刚刚帮助自己表达了感谢。一马接过饼干，心里满是疑问，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找自己，可直到把追花送回福利院，那个问题也没能问出口。他觉得一旦问了，或许一切就会就此终结。更何况他想让追花活下去，因为他们说好要成为家人。而且当时追花劝自己活下去时的表情，实在让他无法相信他抱有恶意。就在一马准备离开时，母亲突然叫住他，抱着一个箱子走了过来。他接过箱子问是什么，母亲笑着告诉他明天是福利院的圣诞节派对，他正在为明天的派对做准备，正好一马也可以来帮忙。一马下意识拒绝，觉得自己这样的杀人犯不该出现在这种场合。母亲看出他的自卑，说他今天肯定没和追花好好说上几句话，要是来帮忙，正好是和追花搞好关系的好机会。一马听后也觉得或许能在福利院找到更多关于追花的信息，为了守护她，自己必须知晓所有隐情，做好觉悟，这也是他如今能被容忍活下去的理由。想到这里，他答应了母亲。第二天，走在去福利院的路上，一马忍不住想，追花这些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他迫切想知道答案。来到福利院门口，按响门铃后，一群小孩子立刻围住了他，七嘴八舌地问着各种问题。一马很不适应，说话都变得支支吾吾。这时，一道身影从房间里走出，一马一眼就认出，那是昨天动手打追花的女孩。孩子们叫她小景。小景笑着告诉孩子们，一马是何九小姐的儿子，今天来帮忙。可看向一马的眼神里却充满了厌恶。一马这才知道，小景也是福利院的孩子，和追花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可他不明白，他们的关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走进福利院，一马发现追花正独自蹲在角落，追花也注意到了他，疑惑地问他怎么会在这里。一马解释说自己是来帮忙的。追花问他要帮什么，一马还没想好，追花却笑着猜测，莫非他要打扮成圣诞老人？一想到那个画面，追花忍不住笑了起来。一马却没回答，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追花看出他魂不守舍，关切地问他没事吧。一马赶忙转移话题，问他知道自己的母亲在哪里吗？到现在还没见到人。追花立刻转身说去帮他叫母亲过来。一马站在原地，回想起刚才追花的笑容，怎么看都像个普通的孩子，他实在无法相信那笑容是虚假的，或许只是自己不愿面对现实罢了。突然，一马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夸赞他和追花关系真好。一马回头望去，发现是小景。小景让他最好别和追花扯上关系，说追花是会让人变得不幸的恶魔。一马正想追问这话是什么意思，追花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让他暂时打消了念头。一马不明白小景为什么要用这么难听的词形容追花。他走到母亲面前，母亲见他来了，十分开心，说追花跑过来把自己喊出来，正好有件事想拜托他。说着，追花递过来一套圣诞老人的衣服，让他穿上。一马无奈穿上，母亲和追花看着他的样子，都露出了开心的神情。追花还夸赞哥哥穿起来挺合适的。随着圣诞派对正式开始，一群小朋友围向一马，他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心里清楚，他的生命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能够留给享乐的自己。他之所以存活下去，只是为了赎罪，还有就是为了守护追花。但此刻，至少这一瞬间，他感受到了快乐。就在一马逗小朋友们开心时，小景突然把追花拉到一边，说了些什么。追花的表情瞬间变得惊恐。过了一会儿，母亲走过来问一马有没有看见追花。他这才发现追花已经不在派对现场。母亲有些奇怪，但手里正忙着给大家发圣诞礼物，只能拜托一马帮忙找追花，把礼物交给他。一马接过礼物答应了，心里想着有关追花的事情无论如何都要调查清楚，只是他已经很久没体会过这种开心的心情了。一马告诉母亲自己现在就去找他，母亲这才注意到小景也消失不见了。他猜测这两个人会不会在一起呢？一马来到追花房间，发现他并不在这里。在去寻找追花的途中，一马意识到就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为了成为兄妹，自己必须要跟他认真谈谈。路过一个房间时，旁边突然传来声响，他透过门缝看去，里面赫然是追花，而他面前的小景正坐在地上，额头缓缓渗出鲜血。追花看见一马进来，转身就想逃，一马抓住他的手臂，想让他等一下，可追花只是攥紧拳头，满眼泪水的道歉，说都是因为自己才给大家带来了不幸。
在一马不知所措的目光中，他打开门跑了出去。等一马反应过来想去追时，只看到外面雪地上留下的凌乱脚印。一马望着追花离开时留下的凌乱脚印，猛然想起屋内还有受伤的小景，他让小景先等一下，现在小景待在原地别动比较好，他现在就叫人过来。可小景立马将一马的手拍开，告诉他自己不需要他的关心，但一马还是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将手帕按在小景受伤的地方，轻声告诉小景要先这样把伤口按住一会，让他别乱动。这时一马的母亲走了进来，看到小景受伤的样子，忙问发生了什么。小景低着头不敢回答，母亲便转头问一马。一马刚要开口，母亲注意到玄关的门开着，追花的鞋子也不见了。她背对着小景，追问他和追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是追花？话没说完，小景大声说自己摔倒了，他在派对上有些兴奋过头了，不小心撞到了桌角上。母亲听到这话，顿时松了一口气。小景补充他看到追花跑到外面去了。母亲扶起小景，让一马赶紧去外面找追花。一马出门后，脑海里反复想着小景的话，为什么他说追花会给别人带来不幸？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他实在想不明白，只能跟着地上的脚印往前走，足迹一直延伸到尤里的墓地。这时仿佛有尤里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问他真的要去吗？但此时一马已经下定决心，事到如今，无论做什么，尤里已经回不来了，自己也得不到原谅。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活下去，不管追花带着什么目的靠近自己，为了守护他，他愿意背负罪孽继续走下去，至少为了赎罪，也必须前行。一马注意到此时的雪已经越下越大，他必须抓紧时间，在足迹消失之前，在他离自己远去，去到自己再也无法挽回的地方之前，必须找到他。当一马顺着脚印找到追花时，发现他正蹲坐在尤里的墓碑面前，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被冻得瑟瑟发抖。一马赶忙走上前去，将外套披在追花身上，轻声告诉他回去吧。追花没有回应。一马见状站起身来，走到追花面前，告诉追花自己想和他成为家人。追花听完一马的话，十分惊讶，但他还是告诉一马他们是没办法成为家人的。一马十分疑惑，难道是因为追花觉得自己会给大家带来不幸吗？追花不想回答这个问题，表示跟一马没关系，但一马并不这么认为。至少他在和追花相遇之后，他的母亲看起来十分幸福，他也是如此。多亏了追花，才能下定决心继续活下去。追花才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的不幸。还是说，是小景对他说了些什么吗？虽然一马不知道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但是他觉得只要坐下来，两个人把话说开，一定会没事的，他也会出一份力。一马话还没说完，追花便出声打断了他。果然现在一马对所有的情况还一无所知，不过这样也好，他对之前自己说想成为一马的妹妹什么的感到十分抱歉。说完，追花便朝着悬崖走去。这时一马问他们两人之间的约定该怎么办？他会活下去，作为追花的哥哥，用余生去守护他。追花表示之前的一切都是骗他的。一马不解地发问，那为什么追花要特地来见他呢？听到一马的话语，追花停下了脚步，假装不知道一马的话是什么意思。一马对此十分抱歉，他已经看到了追花笔记本里面的内容，他是把追花人生搞得一团糟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他这辈子都不会想见到的人才是。一马之前觉得追花会接近自己肯定是抱有一定的目的才对，但为什么从追花身上感受不到任何对于自己的恶意？而且追花他和自己母亲接触时的身姿，还有和自己说的话，他在尤里墓碑前牢牢握住自己的手，这一切的一切，一马认为绝不是谎言。所以一马让追花把一切都告诉自己，他已经不想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现在无论是自己还是母亲，都想好好珍惜追花。他觉得追花其实是尤里送给他们的宝物才对。追花满脸恐惧，不断向后退去，让一马别再说了。可他忽然一脚踩空，整个人朝悬崖下面跌去。千钧一发之时，一马抱住追花，让追花以后别想着去死之类的，和自己一起活下去。可能追花会觉得和他们成为家人什么的十分奇怪，但是让一马下定决心活下去的正是追花，他是为了好好守护追花才决定活下去的。一马觉得一定没问题的，不管追花他是谁也好，亦或者有着何种不能对他人说的秘密，一马会用自己的一生去守护他。追花听完一马的话语，轻轻叹了口气，他告诉一马，自己确实就是他说的那个松本追花，之前一直不告诉他，就是怕自己的身份被知道后大家一定会受伤，因为她是一马最憎恨的人的女儿。但是尽管如此，一马还是说了想要守护自己，那么他也想把关于他的一切好好告诉一马。一马温柔地告诉追花，哪怕只有一点，也请把他的事告诉自己。随即牵起追花的手，告诉他一起回去吧，会让大家担心的。即将离开时，一阵风吹进追花眼里，他抬头望去，仿佛在电塔上看到了尤里的身影，他心中不断向尤里道歉。与此同时，一个房间中，有人向男人发送了一条信息，告诉他西见追花已经成为了何九家的养女。男人情不自禁地咬了咬手指，既然如此，他觉得自己不去打个招呼可不行呢。第二天，阳光刚透过窗棂，
一马已经修好了福利院的灯泡，他的身后传来工作人员的感谢声。对方感叹干体力活果然还得有个男人，而且顺便拜托他帮忙打扫福利院的卫生。自从圣诞节派对结束后，一马便以志愿者的身份在这里工作。对有前科的人来说，这是份值得感激的机会，更何况他还能守在追花身边。一马回想起昨晚回福利院的路上，曾问起追花在自己来之前到底和小景发生了什么。追花告诉一马，小景知道他以前的事。一马十分惊讶，就连之前追花父亲那件事他也知道吗？追花点了点头。不仅如此，小景甚至还知道关于收养他家庭的事情。追花在逼问他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两人发生了争执，所以小景才会受伤。追花对于小景受伤这件事，想向他好好道歉。关于一马的事情，小景什么都没有问他，所以追花认为小景并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追花还是让一马小心应对，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在一马陷入回忆时，小景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小景见他在福利院工作，有些诧异。一马解释自己从今天开始就在福利院帮忙了。小景面无表情地表示自己知道，一马现在虽然还有很多在意的地方，但既然决定在这里工作，那就要搞好关系。于是询问小景头上的伤怎么样了。小景回答没什么大碍。一马露出放心的笑容，感慨还好没什么大问题。小景看到他的笑容，脸颊微微泛红，说自己要去学校了。这时追花突然叫住小景，弯腰鞠躬道歉，说之前让他受伤很对不起。在追花忐忑的等待中，小景说没关系，自己没放在心上。说完便转身离开了。追花望着他的背影，沉默了片刻，然后走到一马面前，问他放学后是否还在这里。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让一马等着自己，他有些事想和一马谈谈。放学后，小景和朋友走在回家的路上，朋友们热烈讨论着寒假和过年家人团圆的事，小景却没参与。朋友们忽然想起他已经没有家人，赶忙道歉。小景笑着说没关系，可和他们分开后，脸上却难掩落寞。就在这时，有人叫住了他。小景回头看清来人长相后，露出了惊讶的神情。福利院的谈话室内，追花告诉一马，西涧是他被收养后改的姓。那时他和年龄相仿的哥哥还有他的母亲一起生活，却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他们收养，而且西涧妈妈总用冷淡的目光看他，两人关系越来越差。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西涧妈妈是他爸爸的前妻，西涧哥哥和他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可即便如此，他们也没能成为真正的家人。最后他和西涧家的关系彻底破裂，所以才来到了福利院。听完追花的故事，一马的额头渗出冷汗。他认为都是因为自己杀了人，追花才被剥夺了亲生父亲，即便在有血缘的家庭里，也没能找到容身之处。自己到底让他承受了多么孤独的经历，失去家庭的痛苦，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追花见他情绪不对，赶忙问他没事吧。一马向他道歉，是他才让追花这些年过得这么难受，明明他什么都没有做错。追花立刻站起身，大声反驳一马，错的都是自己，而且他还有没有向一马坦白的事情，想去见他那件事是关于油。话没说完，一马的母亲推开门，让一马今天先干到这里，他一定很累了，先回去好好休息。他今天值班，明天早上会和追花一起回去。追花有些不情愿，还想说些什么，一马却附和母亲的话，让追花有什么想说的下次再讲，反正寒假他会在自己家过，有的是时间聊天。看着追花略带不开心的神情，一马问他这样真的好吗？他的新家人是自己这个把他生活给毁掉的人。追花坚定地告诉一马没问题的，他就要一马成为自己的家人。和追花分别后，一马回想着他坚定的话语，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幸福。这些年自己已经带给他太多痛苦，作为家人，哪怕没有血缘，也一定要好好守护他。就在这时，一个男孩从面前的楼梯上摔了下来，一马赶忙上前查看，看着男孩俊美的脸庞，总觉得有些熟悉。回过神后，他检查了男孩的伤口，发现脚踝的痕迹像是骨折了，提议去医院。男孩却十分抗拒，说自己没骨折。一马确认过伤势没有大碍后，背起男孩，让他和自己先回家处理一下伤口。男孩夸赞一马十分温柔，难怪他会对一马这么亲近。他说话的声音很轻，没被一马听到。回到家中，一马拿出冰块敷在男孩脚踝上，问他现在还疼吗？男孩表示还有一点疼，不过也没关系。一马让他不要太勉强自己，自己可以联系一下他的父母来接一下他。男孩听到一马要联系自己父母，不禁有些沉默。一马看见男孩的反应，感觉应该联系不上了，于是让男孩今天在自己家过夜。这么晚了，他不能让小孩子出去乱跑，而且男孩的脚也还会疼好一阵。一马告诉男孩，今天他家里人不会回来，男孩可以放心休息，会帮他准备客房的被褥的。男孩十分感谢一马，露出了计划成功的笑声。第二天早上，一马还在睡梦中，男孩就走进了他的房间，手轻轻抚摸一马的额头。他觉得一马看起来不像是杀过人的人。一马感受到额头的动静，睁开了双眼。男孩见状将手立马收回，和一马打起招呼。一马起身后，忽然想起自己还没问男孩的名字，而且他记得刚刚起床时
男孩叫了自己的名字，可自己并没有告诉男孩名字，他是怎么知道的？与此同时，伊玛的母亲和追花正在回家的车上。母亲一想到三人要一起过年，脸上就漾起笑容。今年一家人聚在一起，她有太多想做的事。到家后，母亲看到门口摆放着一双运动鞋，问伊玛是不是有客人来了。追花走进屋内，看着眼前的人，情不自禁地喊出：“中介哥哥！”中介露出笑容，回应道：“欢迎回来，追花。”在追花叫出哥哥之后，几人围坐在餐桌旁。中介自我介绍说叫西见中介，是追花的哥哥。他没想到追花是受他们家照顾，居然还有这样的巧合。伊玛母亲问他是追花之前的家人吗？中介回答是的，他已经和追花阔别6年了。他本来的计划是昨天去泉野孤儿院去见追花，但在途中不小心摔倒，多亏一马帮助了他，他感觉十分幸运。一马想知道中介找追花到底有什么事，中介想和追花谈谈，让追花回去和他们一起生活。听到这话，其余3人都惊讶地看向中介。中介告诉他们，他其实一直都很后悔把追花送去孤儿院，所以他一直想着等自己长大之后一定要把追花接回去，但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孩子，什么都做不到。追花没想到中介会突然说出这种事情，他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一马也有些慌乱，但还是告诉中介，追花已经打算成为他们家的养子了。中介回应自己知道这件事，所以他只是来寒暄的，突然来说这种话很抱歉，但最终做决定的还是追花他自己。他告诉追花自己是认真的，希望他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在中介说完之后，餐桌上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一马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这种情况真的是偶然吗？而且中介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以及养子的事情的？他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他不知道中介到底有什么目的。中介察觉到气氛有些尴尬，起身说要先回去了。想必自己突然说出这种话肯定不受欢迎，他决定下次再来拜访。可没走2步，脚踝的疼痛就让他跪坐在地上。他强撑着表示没关系，他会努力走的。一马母亲看见中介难受的样子，让他先恢复一下再离开，等到疼痛缓解了再说。现在他去做点午饭，中介也一起吃点吧。中介没想到自己会被留下，十分感谢。一马将中介搀扶到沙发，转身出去拿新的纱布。客厅只留下追花和中介。追花走到中介面前，告诉中介他一直都很想向中介道歉。追花在西见家生活的时候总是被欺负，但中介总能第一时间察觉到追花的不对劲，第一时间跑过去关心他。看到追花受伤的伤口时，中介十分自责，于是拿出美工刀，在自己手背也划开一道口子。他觉得只有追花变得不幸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是血肉相连的亲兄妹啊。可这时中介母亲发现了异样，一把抱住中介。他觉得眼前的追花十分恶心，都是因为他，中介才会受伤。可中介还在帮追花解释，这些都不是追花的错，而追花却只能哭着离开。追花认为，因为自己在这里，所以才会有人不断受伤和痛苦，他无法忍受那样的罪恶感，才逃避了中介的感情。中介一直对他这么温柔，他感觉真的十分抱歉。但正因为他们有血缘关系，他不想再见到中介受伤的样子，所以他不能跟中介一起回去。中介笑了笑，他让追花别放在心上，他们可是亲兄妹啊，而且这次过来能听到追花的心声，他就放心了。他之前一直以为追花十分讨厌他，追花这么温柔的样子也一点没变。中介清了清嗓子，他希望他们可以像之前一样好好相处，和以前叫他哥哥的那个时候一样。追花也露出开心的神情，答应了中介。中介提议他们来玩大富翁，之前在家里玩的时候，追花很厉害的取胜了，现在来一次复仇战吧。听着客厅里传来嬉笑打闹声，一马抱着医疗箱站在门口，他十分羡慕里面的氛围。虽然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他们的关系看起来还是和以前一样。兄妹相逢想必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吧。就算是他，如果有理出现在他眼前的话，想到这里，一马流下了眼泪。他不禁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真的能当追花的哥哥吗？现在追花已经有着血缘关系的哥哥。就在一马站在门口发呆时，母亲叫住了他，让他帮一下自己做午饭。做饭时，母亲问他关于中介那件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明明在小的时候分开了，现在却要成为家人，怎么看都十分困难吧。但一马认为母亲说的不对，他们2人的关系真的很好，一点都不像分开6年的样子。一马觉得血缘关系果然很重要，到最后自己也就是个外人，还存在前科。正在这时，中介从房间走了出来，他想借用一下洗手间。一马看着中介走路的姿势，总觉得有种违和感。在中介去洗手间的路上，注意到了佛龛前有礼的照片。午饭过后，一马准备去福利院工作。在他即将离开时，中介拉住了他，告诉他追花的事情就交给自己了。一马听到这话，有些疑惑。在一马离开后，母亲此时也感到有些疲惫，准备去休息一下，让追花他们2个好好相处。房门关上后，中介的神色逐渐冷淡下来。一马在福利院铲雪时，总觉得刚刚中介的样子十分奇怪。回想起刚刚中介的话语，他不知道为什么偏要特地在那个时间来告诉他。一马还以为是自己想多了，可正在这时，眼前福利院的小孩子摔倒在了地上。一马赶忙上前关心，问他是不是摔到右脚了吗？膝盖疼不疼？
听到对面说没事，一马这才放下心来。可他忽然想起，中介受伤的地方明明是右脚，但是之前在地上拖着的脚是左脚，难道说中介那天是故意从楼上摔下来的？这时一马的手机铃声响起，母亲打电话来告诉他，追花和中介找不到了。而躲在树后的小景也听到了这一切。一马接到母亲的电话，告诉他追花和中介找不到了。虽然他不认为中介的脚能走很远，但醒来时他们2个人就已经不见了。一马让母亲冷静一点，猜测他们只是出去玩了，待会儿就回来了。母亲依然不放心，告诉一马自己要出去寻找一下。一马回家之后就先在家里面等着，如果互相错过了的话，可就麻烦了。一马回应自己知道了，随即便挂断了电话。而这时小景从旁边走了出来，询问一马刚刚是不是何九阿姨给他打的电话，告诉他追花和他的哥哥一起消失不见了。一马有些惊恐，为什么小景会出现在这里？小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觉得只要何九阿姨没事就好。他让一马赶紧回去，他也不知道中介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回去的车上，一马十分疑惑，为什么小景会知道中介的事情？他们之间难道有什么联系吗？而且之前追花还提醒过他。一马想知道小景到底知道了多少。他现在有太多在意的事情，但是比起这些，他现在更加担心追花，必须快点找到他才行。一马回到家，发现门口放着中介的运动鞋，走进屋，看见中介正跪坐在有礼的佛龛前。中介见他回来，开心的打了声招呼。一马压着怒火质问他刚才去哪了，追花现在在哪？中介一脸疑惑，追花去帮他买纱布了，他并没有去哪里，只是去了一下院子而已。一马听到追花没事，顿时松了一口气。刚刚他们2人都消失不见，真是吓了他一大跳。可中介神色冷淡下来，难道一马刚刚怀疑他对追花做了什么吗？一马听见中介这么问，也告诉中介自己也有些问题想问他。其实他的脚是不疼的吧？他受伤的是右脚，但是早上拖着的脚是左脚，而且他还有些事情很在意。他的名字在告诉中介之前就被中介给说出来了。其实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而是中介从一开始就是有意接近他的。中介见状，索性不再伪装，他还以为之前做得很好，结果弄错拖着的脚真是失败啊！没想到一马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之前以为他只是个老好人就大意了，本来以为卖个同情可怜就能顺利把追花给接回去呢。一马不解，为什么中介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不是追花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吗？就算不去骗人也没关系啊。中介听到这话，情不自禁的放声大笑。一马这是在高高在上的对他说教吗？明明只是一个连自己妹妹都守护不了的杀人犯。在一马惊恐的目光中，中介笑着指向有礼的照片，问一马这是他妹妹吧？他到底是怎样的心情，杀掉别人父亲，然后再把他的女儿变成自己的妹妹？因为自己的妹妹死了，所以当做替代品。中介觉得这种想法十分可笑。一马大声让他适可而止，他确实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妹妹，他因为愤怒对他们的父亲下了杀手，他也没有指望会被原谅。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定让追花变得幸福。为了补偿有礼和追花，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活下去。那么中介呢？他真的想和追花一起生活吗？他的母亲是怎么想的？他到底认真到了何种程度？中介觉得眼前的情况十分棘手，他认为只要有血缘关系的话，就不是一马该管的事了吧？怎么样都好，他说过会把追花给接回去，而且他母亲的想法和一马又有什么关系？他感觉一马真是烦人。这时他忽然想到一个方法，只要一马不在内部就行了。如果这时他一边流血不止，又一边大声呼救，被其他人看见了的话，而且他还要让有着前科的一马当犯人，这种情况下一马还能怎么办呢？说着，中介从兜里掏出刀，径直刺向自己的手臂。一马一把将刀给抓住，鲜血从他的手掌缓缓滴下。他问中介是不是一直将刀带在身上，中介怎么贬低他都无所谓，但是不要为此而伤害自己。他已经不想再看到孩子受伤了。中介听到这话，神色一震，既然一马这么想成为追花的哥哥，那么他就破例告诉一马一个好消息。看他这个样子，现在应该也不知道他妹妹杀的根本原因。虽然被要求不能再说那件事了，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把一马妹妹置于死地的正是追花。母亲和追花回到家，母亲笑着告诉一马自己找到追花了，原来追花是去帮中介买纱布了，还问中介是不是也在家里。一马解释说中介想起还有事，就先回去了，看他腿上的伤也好多了。这时追花注意到一马手掌上贴着创可贴，问他伤口是怎么回事。一马顿时冒出冷汗，脑海里闪过刚才中介的话，把他妹妹有理置于死地的正是追花。他觉得中介是在骗自己，可中介没再多说，只是凑到他耳边说如果想知道详情，明天就在孤儿院等他。说完这些，中介便转身离开。追花见一马发愣，问他还好吗？一马回过神，说伤口是刚才不小心打碎了佛龛的花瓶，收拾时被划到的，不碍事。追花这才放下心，拿出一袋饼干递给一马，说是给他带的礼物，看着很好吃，让他吃了快点痊愈。一马接过饼干，心里却满是疑惑，这么天真可爱的追花怎么会和有理的自杀有关？那种事根本不可能。另一边的孤儿院里，小景坐在椅子上，拿着手机似乎在等什么。这时有人敲响了窗户，小景拉开窗帘，
发现是中介。中介说他已经告诉一马有理和追花之间的事了。小景十分愤怒，他一把抓住中介的衣领，他说过让中介保密的吧？还问何九阿姨知道吗？中介说还没告诉何九阿姨。话说为什么小景要这么护着何九啊？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外人吧。小景松开中介，中介这种人是不会明白别人痛苦的。中介觉得虽然比预期的时间要早了一些，但明天一马就会到这边来，到时候就拜托小景了。小景听完这话，咬牙切齿地关上了窗。一马在睡梦中看见小时候的追花站在面前，告诉他有理是被他给杀死的。一马瞬间被惊醒，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跟有理的死有关？他认为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准备去找中介说清楚。就在一马准备出门时，他看见追花跪坐在有理的佛龛前，结合刚才的梦见，这瞬间让他有些惊恐。追花看见一马满脸冷汗的样子，关切地询问他还好吗？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一马时，一马立马后退，这让追花有些疑惑。一马解释自己有东西落在孤儿院了，现在要去拿回来。追花趁早饭还是热的，赶紧去吃吧。就在追花目送一马离开时，他注意到了自己书包下面有张纸条，拿起一看，上面写着中介的名字，让明天到有理的墓碑前。一马来到孤儿院，开门的竟是小景。小景把他拉到追花的房间，让他坐下。一马坐下后，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他和中介认识吗？到底是什么关系？小景让他先别问这个，他来这里不是来问关于追花的事情吗？一马不想让小景知道这种事情，都是因为中介乱来，他只能把一切都告诉他。小景这时开口，要是追花不在的话，事情根本不会变成这样。他无法原谅追花，从一开始他是何九阿姨最重视的孩子，阿姨甚至说过要收她做女儿。可自从更惹人怜爱的追花来了，何九阿姨最重视的就变成了追花。她本来觉得也没什么，只要何九阿姨能幸福就好。可追花是个杀人犯。听到这里，一马打断他，问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追花是杀人犯。小景拿出一个手机，告诉一马这是有理的手机。一马大惊失色，为什么有理的手机会出现在这里？明明从那天开始就一直不见踪影。小景回答手机是在追花的房间中，大概是追花为了看里面的内容，在事发那天捡了回去吧。一马听后，最先想到的是那个男人偷走手机后处理掉了。可如果手机是被追花捡到的，说明当时追花也在现场。但他还是不愿相信，猜测可能是追花拿到了父亲带回去的手机，而那手机恰好是有理的。小景却说他大错特错，说着从手机里调出有理和追花的合照，证明两人互相认识。一马又问为什么他这么肯定手机是事发当天捡到的。小景调出一段音频，里面传出有理的求救声，还有小女孩的哭泣声。小景说这是追花没发现的录音，也可能他发现了却故意隐瞒，因为他在现场却没呼救，眼睁睁看着认识的人被侵犯。一马再也忍受不住，趴在地上呕吐起来。小景再度加码，以前追花自己说过，他曾对别人见死不救，追花可能是想通过有理的死亡为自己制造一个栖身之所，这正是让不幸的自己进入一个幸福家庭的好机会。这样的恶魔真能成为一马的妹妹吗？一马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在地上抱头痛哭。而另一边，追花正往有理的墓地走去，他心里想着，虽然一马说去了孤儿院，但因为那张纸条，他会不会是去见中介了？他实在太在意，便也往墓地这边来了。一想到中介，他就有种不祥的预感。追花来到墓碑前，发现中介正站在那里。中介看到追花，告诉他自己已经等候多时。他很高兴追花注意到了纸条，把纸条放在书包上是正确的决定。追花十分疑惑，为什么中介会在这里等他？而中介笑着回答追花，他把追花和有理的事都告诉一马了。追花有些不解，为什么中介要这么做？中介本来想多玩一会的，但是一马的直觉意外的准，所以就全部暴露了。他还因为这件事被小景给骂了。追花十分惊恐，为什么小景也会知道这件事？中介挥了挥手，回答追花小景全部都知道，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再把他的秘密全部告诉给一马。对于他们来说，那种事怎么都无所谓吧，他们是一对身上流淌着犯罪者血液的兄妹，然而却只有追花获得了幸福，这种事情他绝不允许。中介从兜里拿出之前那把刀，现在是时候让虚假的幸福结束了。小景问一马，真的要把追花这样的恶魔当成自己的妹妹吗？一马不能接受这种事情，有理死前究竟多么痛苦，他埋怨自己为什么那天没有去接有理，为什么他没能察觉到有理的痛苦，而且小追花为什么不去救有理呢？虽然他是个小孩，但应该也有能做到的事情吧。就在一马懊悔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母亲打来的。母亲问他现在在哪里，小追花在他那里吗？一马回答并没有在他这。母亲告诉一马，追花一个人去了有理的墓地，他在打扫时看到了中介留下的纸条，写着去有理墓地前等我。追花跟他说要跟着一马走，他以为追花和一马都在福利院，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撒谎，但母亲十分担心他，他想去墓地看看追花。一马一想到中介那病态的表现，让母亲待在家里，自己前去查看。离开时，小景把有理的手机递给一马，他觉得这个手机应该由一马拿着。上车后，一马盯着手机里的录音，觉得自己有义务听完，可手指悬在屏幕上方，
怎么也没有点击的勇气。他在车里不停地向尤里道歉，他现在好想以死谢罪，然后解脱自己。可他想起与追花活下去的约定，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在找到追花之后，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他现在还没有接受这个现实，而且追花真的有罪吗？他现在依然不知道追花为什么会来见他。另一边，中介握着刀，告诉追花已经可以结束这种虚假的幸福了，把迄今为止所有的事情全部了结在这里。说完，中介准备将刀刺向追花，这时一马冲了过来，将追花护在身后。一马让中介不要再纠缠追花了，为什么还要来伤害他？中介有些疑惑，一马不是已经从小景那里得知追花的本性了吗？为什么还要来保护他？一马回应自己确实已经听说了，但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情，和中介无关。中介烦躁地吼道：“这算什么？最后他们还是会说些自我感动的话，演一场幸福大结局的戏码，还是说要像过家家一样，最后全成了好朋友？别恶心人了。”一马问他到底有什么目的，中介说想让追花变得不幸，变得和自己一样，因为他们是血肉相连的兄妹。在中介小的时候就被母亲所溺爱着，但那种爱对于小孩子的他来说太过于沉重，他想拥有自己的分身，于是他告诉母亲自己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没过多久，小追花被带到他面前，让他跟新妹妹打声招呼。中介十分高兴，他终于有了一个能够转移母亲的爱的对象。最重要的是，他有了一个妹妹，但可能因为他们是外来者的缘故，追花很快就遭受了欺凌。每一次，中介都会去保护追花。渐渐的，欺凌的矛头转向了他。欺凌者告诉中介，他的妹妹是一个罪犯的女儿。中介当然知道，即便追花是把他和母亲抛弃的罪犯的女儿，也改变不了她是自己家庭一员的事实，因为他们是通过那个罪犯的血脉紧紧相连的。但是现实却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一个女孩向老师告状，是追花打了她。在那之后，追花便离开了这个小镇。时间飞逝，在这个较为封闭的环境中，指责声并未变小，他和母亲为此付出了代价。中介回到家中，看着母亲哭泣的背影，他下定决心要带着母亲离开这个小镇，但首先需要金钱。为了能快速赚到钱，他没有其他能够让他选择赚钱手段的机会，只能去骗人。在男人洗澡时，中介本来想着将男人的钱包拿走，可却被男人给发现，被男人给按倒。在中介拿着钱回家时，他本想像从前一样得到母亲的溺爱，可母亲却告诉他，他十分后悔生了中介这么个东西，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中介想要妹妹，不然他也不会收养追花。果然中介不愧为那个人的种，属实是丧门星。中介那时在想，追花也会和他一样吗？在这样的地狱里苟延残喘的活着，如果是那样，那他要去救追花，他们身上流淌着罪犯的血液，是绝对不会获得幸福这种东西。起初他是这么想的，可他却看到了追花和何九之间开心的笑容。中介十分怨恨，为什么只有追花能从这样的炼狱中解脱？一马知道中介现在十分痛苦，但是中介该做的事并不是让追花变得不幸，而是让自己变得幸福。中介沉默一会，告诉一马现在已经不行了，他已经脏了。一马和他不也一样吗？中介上去抓住一马，让他杀了自己，这样一来追花就安全了，他也能得到救赎。一马也可以选择和他一起死。他将一马的手按在刀柄上，哭着请求一马杀了他。他们是同一类人，已经没办法回头了。就在两人拉扯之时，小景忽然出现，从他们手中抢过刀。中介让小景别来妨碍自己，开始上前想将自己的小刀抢回来。就在一马准备上前阻止时，小景手中的刀已经刺入中介的胸膛。中介倒在雪地上，露出了开心的神情。中介被小景刺伤，直挺挺倒在雪地上。一马见状，立刻掏出手机呼叫救护车，小景则呆立在原地。这时，一马的母亲匆匆赶来，看到倒在地上的中介，急忙上前询问：“这到底怎么了？小景身上的血是怎么回事？”小景支支吾吾想承认是自己做的，一马却打断他，告诉母亲这是意外，他已经叫了救护车。可中介虚弱地说自己不需要，不管是医院还是警察都不用，他快死了，只要感情和身体都消失，那些恨与怨也就没必要存在了。可一马觉得就算是这样，他也不想中介死掉，他已经不想看到有人在他面前痛苦的死去了。没过多久，救护车赶到，追花作为家属要陪同前往，一马的母亲也决定跟着去。母亲回头嘱咐一马，医院那边他会去说明，小景就拜托他了。救护车离开后，一马问小景，刚刚只是意外，对吗？小景回答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想让何九阿姨幸福，仅此而已。但是他居然杀了人。一马看着小景难过的样子，回想起自己将老师杀害的时候，他牵起小景的手，安慰小景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医院里，追花独自坐在椅子上，满心自责，中介的事，大家的痛苦，全是他的错。现在一马已经知道他和有理的事，他们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他想把一切都告诉何九阿姨，可说完之后呢？阿姨会怎么看他？如果自己就此消失，大家会不会更幸福？若是死的人是他而不是中介的话，正想着，一马的母亲走过来，告诉他中介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还说联系了一马，他应该很快就到。追花长舒一口气，轻声说太好了。两人沉默片刻，
一马母亲率先开口，问追花能不能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中介刚才说的是怎么回事？他不想孩子们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受伤，而他却无能为力。他已经不想再这样了，他想和追花站在一起，就算发生了什么，他也会珍视追花，保护追花，毕竟他们是家人。追花听到家人二字，表情瞬间惊恐，他默默将头低下。他不是能有那种价值的人，变成这种地步也好，有理的事情也好，全部都是他的错。一马也好，小景也好，中介也好，他们全部都没有错。他就是那个把小尤里弄伤的男人的女儿，被一马杀掉的松本的女儿。他看着一马母亲呆滞的面孔，追花向一马母亲保证，自己会将目前为止的事情全部告诉他。另一边，一马搀扶着小景上车，小景掩面痛哭。他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只是不想和九阿姨继续悲伤下去了。他没有杀人的打算，要是追花从一开始就不在的话，就根本不会变成这样。他明明很想成为和九阿姨的孩子。一马本想安慰小景，可母亲发来信息，告诉他中介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他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小景，让他和自己一起去医院，然后向中介道歉。等一马他们赶到医院时，只看见母亲呆呆地站在追花旁边。母亲看见一马，觉得一马来的正是时候。刚刚追花说了很奇怪的事情，说自己是松本的女儿，还对有理见死不救什么的。一马不可置信地看向追花，追花为什么将这种事情告诉母亲？母亲这时才反应过来，难道他们全都知道？明明全都知道，却要对他隐瞒。母亲伤心万分，原来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在自作多情，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到底算什么。母亲让一马他们全都滚出去，他已经不会再相信他们了。追花本来想说些什么，可听见一马母亲说了句真是令人作呕，瞬间心如死灰，转身冲出了医院。一马满心自责，他不该对母亲隐瞒，但追花应该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那绝对不是恶意的。母亲十分疑惑，为什么一马会这么认为？一马回答，因为他们是家人。他想起追花的笑脸，果然还是十分担心追花。在向母亲道歉之后，转身跟了出去。小景也向一马母亲道歉，但母亲觉得是自己太过动摇，在追花面前那样，不知道他会不会难过。听到这话，小景神色暗淡下来。哪怕到了现在，一马母亲还是满脑子追花的事情，真是温柔啊。而他却一直都在想着自己，一直觉得是追花抢了何九阿姨，他一直欺负追花也不说出他的秘密。他一直想着，如果追花就这样消失就好了。正因为这样，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成为何九阿姨孩子的资格。听完小景的话，一马母亲抱住小景，她无论是作为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还是作为母亲都失职了，一直没能发现小景的痛苦，真的很对不起。另一边，一马看到追花上了公交车，立刻跟了上去。他坐在追花的前面。追花问一马是不是已经知道有理的事情了。一马回答，他确实知道了全部事实，而且手机的事情也听说了。追花听到一马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十分难过。那么现在一马该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打他或者杀他，然后回到他母亲身边吧。但一马并没有这个打算，他还没从追花嘴里面直接听到事情的全貌，比如为什么会来见他这个问题。追花沉默一瞬，告诉一马自己只是想说一声对不起，他没有打算一直隐瞒事实和他们成为家人，他现在想死。追花按下紧急开关，然后从公交车上跑了下去。一马抓住追花的手，问他想去哪里，可追花将一马的手拍开，让他别跟过来，但一马还是紧追不舍。两人就这样来到地铁上，追花犹豫许久，还是告诉一马，有理在遭到侵犯的时候，他大概是故意不去救他的。虽然有理试图帮过他，他却默默地看着幸福的有理和他一起坠入不幸的深渊，因为他以前遭受过暴力，也一直没有家人。一马觉得当时的追花还小，当然什么都做不到。追花十分自责，如果当时自己出手救有理的话，如果自己向谁呼救的话，可能结局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追花痛苦地走出地铁站，来到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一马知道这是追花曾经的家。追花跪在地上，当时一马想去寻死的时候，他就想着自己必须去救一马，但是只要自己消失了，一马才会活得更加幸福吧。听到这话，一马回想起来自己初次和追花见面的场景。如果母亲、小景以及中介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活下去，如果在那时自己已经死亡，究竟哪一个才是更好的未来？他还是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追花不在的话，他现在也不会在这里，所以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自己都不会抛弃追花，毕竟他们是一家人啊。一马走上前，将追花从地上拉了起来，然后紧紧抱住她。他会让追花活下去。追花的眼神逐渐明亮，但很快就暗淡下去。现在已经不行了，一马母亲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她已经回不去了。追花有个想法，他们两个人就这样找个地方一起生活吧，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不伤害任何人，一起生活下去。一马看着他的眼睛，郑重地点了点头。就这样，他们两人牵着手离开了这里。一马在一座工厂中正在进行今天的工作，这时社长走了过来，夸赞他十分努力。一马十分感谢社长能收留他这样的人。社长不以为意，像一马这样的人这里多的是，没关系的。下班后，一马走在回宿舍的路上，他在心中一直安慰自己没事的，今天也一如既往，
打开宿舍门，看见追花安详的睡姿，一马这才放下心来。追花有好好的待在这里，真是太好了。他给追花盖上被子。这时，他收到母亲的信息，母亲告诉他自己已经向福利院说明情况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要尽早回来。一马给母亲打了个电话，他十分抱歉，可能一时半会回不来。母亲也十分自责，他不该对追花说那么过分的话。一马打断了母亲，他认为这不是母亲的错，也不是中介和小景的错。对于追花来说，还需要些时间来整理自己的思绪，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回去。一个休息日，一马悠闲地躺在地板上，追花正在晾衣服。今天真暖和，追花感叹道。一马应和着，是啊，衣服应该很快就能干。追花觉得这种生活真好啊。随后他笑着走到一马面前，问一马他们会一直在一起吧？一马回答自己并不知道。追花听到一马的答案，有些烦闷，在旁边一直询问一马这个问题，直到一马说出他想要的答案后，才喜笑颜开。追花躺在一马身边，他坚定地告诉一马没事的，他们会一直在一起，因为现在他们都很幸福。晚上，一马辗转难眠，听着身旁追花的梦话，心里清楚他还只是个孩子，不过是强撑着表现的开朗，心里一定藏着不少事。突然，追花在梦中喊出了尤里的名字。一马看向旁边的手机，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面对那段录音，面对尤里曾承受的痛苦。这样的话，倒不如现在就面对。他伸手拿起手机，指尖快要触到播放键时，终究还是缩了回来，躲在被子里无声的痛苦。第二天，追花起床时，发现一马已经在做早餐了。一马看着追花的背影，暗暗下定决心，现在追花的状态还不稳定，自己如果不能坚强起来的话，就不能守护追花的笑脸了。吃完早餐后，一马如往常一样前去上班，可在路上却被工友给围住。工友问他是不是有恋童癖，一马好像在公司宿舍里塞了个蛮小的女孩子，在干什么呢？一马刚想解释，工友便嘲讽他真不愧是杀人犯呢。就在这时，社长走了过来，告诉他们马上就要开晨会了，全部都散了。等人走之后，他警告一马，不管一马做什么他都没有意见，但是他不希望一马再把事情闹大，如果那样的事情还继续发生的话，他就只能让一马离开了，毕竟他有前科啊。听到这话，一马只能低头道歉。在社长走后，一马又仿佛回到了刚出狱的时候，他这种杀过人的人，不管去哪里都不会发生什么改变，他现在好想死。当天晚上，一马牵着追花的手走在偏僻的小路上，追花问他要去哪里，他并没有回答。追花见气氛有些沉闷，便拉着一马的手想逗他开心，一马却突然大喊够了。意识到自己声音太大，一马连忙道歉，犹豫着问要不我们回福利院吧，这样下去果然还是不行。追花立刻答应下来，语气里带着自嘲，毕竟是自己杀掉了尤里，怎么可能一直幸福下去呢？一马急忙解释不是这个意思，可追花认为尤里会一直缠着他，尤里不会允许只有他得到幸福的。说完便松开一马的手，朝着黑暗深处走去。一马愣在原地，等回过神来时，追花已经不见了。他难过的蹲下身，尤里的手机从口袋里滑了出来，捡起手机，望着远处的电塔，他只觉得自己真是个不合格的哥哥，明明带着追花逃到了这么远的地方，却好像哪里也去不了。或许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最后，他想彻底了解尤里的痛苦，颤抖着手点开了那段录音。录音里，尤里的呼救声渐渐消失，随后传来那个老师的威胁，要是尤里把这件事说出去了，追花会被怎样？他是知道的吧？一马这才明白，原来老师用追花威胁尤里，所以他才对任何人都没说。他以为录音到此结束，里面却再次传出尤里的声音：听好了，小追花，听我说。记忆回到追花7岁那年，那是他第一次遇见尤里的时候。那时的他在补习班楼下等父亲下班，尤里在这时出现在他面前，蹲下身问他来补习班做什么呀？追花支支吾吾不敢回答，尤里便换了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西见追花。追花小声说。尤里恍然大悟，原来追花是西见老师的女儿呀。别担心，老师很快就出来了。他笑着自我介绍，我叫何九尤里，叫他尤里就好了。看着尤里灿烂的笑容，追花伸手和他握在了一起。这时，西见老师走了过来，问追花是不是又忘了带钥匙，又注意到旁边的尤里，问尤里是不是和他女儿关系不错，这孩子总是丢三落四，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差劲呢？可尤里却大声反驳老师，虽然他现在还不是很明白，但没有这种事情。老师开心的笑了笑，他一看见尤里，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想到已故的妻子，所以追花才会想和他亲近吧。随后老师拉起追花离开了这里。走在回家的路上，老师松开了追花的手，一个人快步向前走去，任由追花怎么呼喊，老师都没有回头。追花在追赶时摔在了地上，老师一把抓起追花的头发，扯着追花的手臂将她拉了起来。追花不停地哭泣，老师觉得追花实在是吵死人了，都是因为她的错，如果她不会出生的话，雪芝也不会死亡。追花回想起来，自己的母亲好像是在她出生的时候去世的。之后几天，尤里总会在她回家的路上等她，陪她一起玩，两人一同创造了许多美好回忆。追花觉得只有尤里会关心孤零零的自己，心里暗暗想着，
要是能和尤里成为家人就好了。这天追花回家时，天空下起了雨。尤里注意到追花没有带伞，他将自己的伞递给了追花，和自己的哥哥一起共撑一把伞。追花十分感谢尤里。这时，尤里注意到追花额头有伤，便问他怎么回事。追花解释是自己摔的。尤里有些沉默，告诉追花如果有什么困扰，可以随时依靠他们。看着追花和他哥哥开心的神情，追花十分羡慕。他真想让尤里当自己的姐姐，能和他们成为家人的话就好了。又过了几天，尤里叫住一个人回家的追花，今天他的哥哥不能来接他了，他们就一起回去吧，自己会送他到家的。追花答应了尤里。可到家之后，尤里没有离去，而是犹豫了一会，最终解开了追花的衣领。这些伤他早就觉得很可疑了。老师他在家的吧？他会直接单独和老师谈一谈，简直无法原谅。尤里走进去之后，点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追花在门口等了很久，始终没见尤里出来。突然，里面传来呼救声，他担心的跑进去，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永生难忘。父亲正侵犯着尤里，尤里的手机掉在他脚边。追花哭喊着让父亲停下，可父亲根本不听。他看着像尤里这种出生在那样幸福家庭的人，如今却像自己一样哭泣着。他感觉尤里变得和自己一样了。在老师威胁完尤里之后，尤里衣衫不整的来到追花面前，他抱着追花，让追花听好了。可追花已经记不清他后面说了什么。此刻，他想起一马的话，只觉得自己果然成了他的负担。毕竟他是那个见死不救的罪魁祸首，为什么他没能和尤里一起去死呢？他要去找尤里。追花开始奔跑，恍惚中，他看见尤里站在自己面前，于是冲过去抱住他，却听到尤里说：“你去死吧。”追花泪流满面，不停地向尤里道歉。就在这时，一马找到了追花，紧紧抓住他的手。追花让一马放开自己，如果当时一马把自己父亲杀死时，连他一起杀了就好了。一马让他冷静一下，他现在要告诉追花关于尤里的事情，他想让追花听一下这个。只见一马点开了录音，这是7年前尤里录下的录音。追花当时应该和尤里在一起吧？追花近乎本能的捂住耳朵，他不想听这段录音。可尤里的声音从手机传来：“小追花，听我说，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我绝不会向任何人说的，因为小追花是我的妹妹啊。”追花有些不可置信，尤里竟然对他说过这种话。他回想起尤里的笑脸，不自觉流下了眼泪。一马认为尤里绝对不会因为追花的幸福而感到不开心，不如说他更加希望能看到追花幸福的样子。但追花还是认为他对尤里见死不救也是事实，尤里死去的事情不会因此改变，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一马告诉追花，他也不会原谅自己。尤里真正的想法谁也不会听到了，但是尤里把追花当作妹妹，自己也是如此，所以尤里想要守护的东西，这次由自己来守护到底。随后两人紧紧相拥，追花看着眼前的电塔，眼泪情不自禁地从眼角滑落。时间过去许久，这天，小景一个人孤独地站在窗前，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走到他的身后，告诉他今天会来一个新的孩子，预计会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如果小景讨厌的话，小景回答他没关系的，这次他一定会和下个孩子搞好关系的。这时，他的手机收到一条信息，是中介发来的。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他感到十分抱歉。医院中，中介从病床上缓缓醒来，看见母亲坐在身旁，感到十分惊讶。母亲让他以后别做傻事了。中介有些疑惑，他之前不是都跟母亲说了可以不用来吗？为什么现在他还会出现在这里？母亲回答他，因为他们是家人。中介听到这话，再也坚持不住，眼角不自觉地流出眼泪。另外一边，一马带着追花来到尤里墓地，追花看着空中的花瓣，感叹真漂亮啊。一马告诉追花，尤里现在也在看着吧。两人祭拜了尤里之后，追花告诉一马，他是通过一篇偶然看见的文章才知道何九阿姨的事情。那时他离开了西建家，身边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感到绝望时看见的。看见名字的时候，他就在想，该不会是尤里的母亲吧？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地方，如果在那时他找不到阿姨的话。一马打断了追花，安慰他才没有那回事，谢谢追花在那时找到了他们。而一马母亲的声音也在这时从追花的身后传来，追花冲过去抱住了他，随后向他道歉。一马母亲抱住追花，安慰他没关系。一马看见两人相拥的场景，忽然感觉有一阵风吹过，他望向风来的方向，正是尤里的墓碑那边。他仿佛看见了尤里正满脸欣慰地看着自己。一马觉得可能这就是当下最好的结果吧。我们回家吧，小追花。